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Mango TV 同步收看。本季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与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局，神马县神马百货美食城正式开业。吃鸡蛋，吃鸡蛋！烟花秀来了，但原定开启烟花秀的珍宝剑却迟迟没有出现。哮天犬，我的哮！恰巧大富贵和小何托尼前来寻找丢失的哮天犬，众人循着狗叫声来到一间出租屋附近，意外发现珍宝剑竟死在屋内。这不是真吗？左眼遭受重创，疑似为致命伤。哇，他的眼睛！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前来参加开业仪式的5人之中，他们分别是徐静欢、何小龙、吴阿珍、勋大强、张富成。高考那天路上呢碰到了真，一直在那跟我们纠缠，导致送他去考学的时间就被拖延了。这个合影里边怎么一直有一个人在后边？就是真。真为何屡次干预众人的人生轨迹？那个真的是一个致命的炸弹的话，所有4月9号的人在取鸡蛋的时候都会嘣。真又为何要炸死4月9号出生的人？他就是被人约去了那个房间啊。真又是如何被击杀在了出租屋内？这个地图它特意往上标了一个通道上楼右转。真的死亡地点和2个地下通道究竟有何联系？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我去的，反正我就在那个死的那块了啊，在现场发现好多东西。他那个房间是没有人知道是那是一个什么房间，对不对？对，没有人知道。我们看了尸体，他穿一个红色的衣服，还戴了一个口罩。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习惯戴口罩，对吧？他想可能遮掩一下身份之类的。对，他戴着口罩，还戴着帽子，穿这么大一大衣，他应该就是不希望别人能认出来他。但是这个衣服很显眼啊，这大红色的衣服。哦，可能是红色，他想要辟邪之类的，就是他信这个，对不对？来，问一下，问你，只有您懂啊，您那个宝石，然后这个辟邪这方面有什么关系吗？我不研究辟邪，他研究招桃花。对，我不研究这个呀。然后这个发现了万能钥匙，万能钥匙估计去您家的，有可能。哦，他可能要去各种地方。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看见有一个枪，他说是满发是10发，这个枪里头是9颗钢珠，然后挖了他的眼睛，挖出了一个钢珠啊。哎呦，枪里面那个弹珠是一样的弹珠吗？是一样弹珠，一样的 OK， 是一样弹珠，跟外面那个不一样啊。跟外面的不一样。外面是塑料的。对对对。重点对，然后因为它跟外边打枪那个也是10个弹珠，但是应该都是塑料弹珠。对。因为里头并没有打斗的痕迹嘛，那个屋里是非常干净的，就是
他开门，万能钥匙不管怎么着，直接一枪打死。我就是在想这个想法，就是因为钢珠打人的话，其实它也得是距离，就如果眼睛非常的近，它一定是打到脑子里，非常的近，那得非常近。对，它那个气动枪那能死。但是你说啊，咱们就是不知道里面是钢珠还是塑料珠，也没有人就是说我再信玄学，我这么举枪对着你的眼睛，你不是打我啊？对吧？也不会这样的吧？如果稍微有点距离，我想这么打你的话，气枪又不准，对我怎么可能确保打到你的眼睛？我打到别的地儿肯定打不到脑子里。但你又有个问题是他为什么不把枪拿走呢？他后边有一个发票，他订了5把枪，他自己买的这个哦，现场这把枪是1把嘛，打球的地儿是有4把。神的是在于，他这个10个钢珠子弹是他自己买的。啊？买的枪跟子弹都是4月2号。他这个最终给我们呈现的这个现场啊，是存在一个掩饰的，他是想做成自杀吗？不是吧？自杀完枪过不去吧？枪不能甩到那边。对，那枪摆太整齐了。还买了礼花跟那个爆竹，爆竹底下说这个威力非常大，燃放的时候远离人群，小心使用。买爆竹的时候3月28，啊？等于说他3月28的时候应该想让一个人死，后边发现了这个嘛，就是他可以远程操控那个爆竹。它有个遥控器。哦，他一点那个离那个框最近的人，就等于咣叽就全炸了嘛。哎，他本身就要炸你吗？不是？我们都会来啊，当天生日的都会来。他要求大家8点都来。不是，看那爆竹有多少威力啊，对，他说威力很大。如果威力很大，就是他肯定也波及到他那儿了。因为我就在旁边嘛。对，但是只是受伤，也许那个不是准死，他那个因为他是正好站在、那个，他必死，又是他呀！对他多惨，就是你。惨了一辈子，最后被炮竹点燃，把自个儿给放了啊，燃起来了。不干了，实在受不了了，太欺负人了。没法过，我这一辈子太燃了。张那个，你听完刚才这些你的生活经历，是不是感觉生不如死啊？就是，也是，对，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摊儿，也许他现在在那儿，他没准突然间就去健身去了，只有你不会离开那个摊儿，你们是随机，你明白吧？嗯。他其实3月28号已经想炸死人了，后来4月2号又想拿弹珠打死人嘛，等于要杀2个人嘛。他在这儿画，他有一个日历，1990年4月9号画了一圈儿，这就是说咱们都是90年生的嘛，同年同日啊。嗯，对，今天到场的都是同一天生日。8点8分。你是8点8分，我不是8点8分，我是下午3点，12点。对，我也是8点8分。我当时为什么跟他接近，就是因为我觉得跟他很有缘，同年同月同日，还同点5分，相当于同时，哇，同产房，同产吧。啊，我等于说那个护士接俩是吧？同时弄俩活，这边一床，这边一床，帮你。在2014年，24年过去了，8号的时候就是昨天晚上，等于说开始活动布置道具。张那儿不是底下有爆竹吗？爆竹在你那个弄鸡蛋的地儿，鸡蛋下边。DDL 必须要搞定，等于说这 deadline 了，然后等于说4月9号必须得把这事儿搞定。就是他炸的最狠的，应该是炸他。他还需要另外一个人，是吧？那个弹珠也许是想打另外一个人，也许是你，因为他们俩不8点8吗？
他的裤兜里还有一个特别神的，你看都搁这边了。哇！一周运势大凶，就看上去是他给他自个儿算一卦。因为3句话有2句话都是对的，一个人对着你举起了枪，你永远陷入了黑暗。像是个预言。对，有人举起来一枪给他，你要打他。但是前面第1句话呢，相对说了一个时间，说窗外悬挂着月亮，就晚上嘛。啊，晚上对不对？有人举起来一枪给他打了一下。然后，但是这个是在他兜里的，他给自个儿算了一卦，就是目前表象上来说啊，因为他平时他那个店里不也有自己在那个算卦那些东西吗？对，他就信这个。哇塞，自己算出来还出门，算出来就不出门了呀？就是觉得确定自个儿准呀。跟自己较劲是吧？对，算我厉害。对。男性最喜欢就是算我厉害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算我厉害更厉害、更厉害的事了。不信邪就是要出去试一下。就是说，一进那个门，有一个人拿一个枪啊，打说你的死期到了，他拿出这个看，我算好了，来一枪，给我打死，来，基本就已经破案了。然后呢，这侦探有点意思。所以有没有可能他算出来的这个东西不是给他自己的？就是如果这个枪是他自己准备的，说明他要完成这件事情是他自己主动去做的，他不可能说我自己算到了，我可能要被枪打了之后，我又把这些道具配好，方便某个人去做。那他算出来的这个东西可能不是给他自己算的，可能是给别人算的，也有可能。这5个人之中，可能有1个人找他算过，是不是？就是说，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是吧？说那意思就是说，你想杀我，没想到我拿这个东西把你给杀了。我觉得真主要是他首先他跟他舅舅要的是什么，然后他为什么要卖一个对于就是人有伤害的这个药，还有一点他把所有4月9号的人召集起来干嘛？一桌子做这么多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孩子，这个事情本来很蹊跷，而且他就是很认真的在找这些孩子。对呀，对呀，他翻我的东西，问我的身世，其实根本不是喜欢我。哎，那他为什么你打翻了那个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让他想要去？他反应很大嘛，对，确认把他的老旧水给打翻。我觉得是不是那一天的人加上老旧水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发生？可能就是一碰老旧水儿，有反应了。而且这个人啊，从08年开始，他就参与在高考的我的时间线里面出现了。他一直在做一个事儿，在阻止我离开这个县城。哦，对，是的，他不想让你走。两年高考没离开过是吧？我觉得不是，他离开了。我觉得不是，因为他不是8.8分啊。我也离开了呀。啊，你想多了，这是你想多了。好吧。我觉得你没有离开这个县城，纯属是我车技不如人，我对不起你。他终于承认了。好嘞，咱的票能不能留着等会儿再投？现在投不出来。现在目前就是他最明显，他爸的这事儿，弄得老来俏没俏成，哦，老来俏。剩下人都感觉是那点生活小瓜葛哈，何被举报了，君也被举报了，徐被骚扰了，吴是被毁了。虽然就是特别讨厌这个人，但是犯不上给他到杀鸡这个可能还要发展一下。杀鸡，我觉得还是应该跟4月9号生日这一个对背后大的秘密有关系。凶手应该是知道了真的一个非常非常罪恶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危害可能很大，所以才会杀掉他。
昨天晚上的7点钟，这些枪啊什么的全都布置好了。对，因为这是真要求的，晚上7点以前，全部摊位必须都要到位。哦，所以会不会真这一套手法，其实本来他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杀掉另外一个人，但是被那个人反杀了。对呀，是就这样啊。不见得是那个人，但是被人知道了，被凶手反杀了。被凶手反杀了。他要杀人不一定刚刚好不一定就是知道，凶手。对。所以就是凶手晚上自己从美食城穿过去，然后拿了把枪，而且还要把塑料弹换成钢珠。钢珠是真买的。是，他得知道有嘛，因为正常那里面放的是塑料袋嘛，对不对？他换成了钢珠，然后呢，他要穿过这个美食城，先到东边去等他，然后等真来了之后杀掉他。对，就要引诱他过去。因为凶手一定要有一些诱饵，才能引导他通道出来右转，有可能是他会感兴趣的一个点。那2位只能去吧，凭感觉下加油了挂了。哦，行啊，我向来觉得还很不错呀，然后我觉得挺好的呀。反正一会儿你也是第一，现在你也是第一，去吧。哦，对，今天你还第一个投票。没事，你投的时候我保证你肯定选我城主，因为你是个优秀的侦探，是吧？我给捧上去了。哎，可是何小龙这么说，不会是又有什么又要还？你本身没有别的，因为真相就在你眼前。之前我在眼前，好嘞，在眼前，听何小龙的。好，行，加油，没问题。听小龙的。进去之前先忽悠一波，哄抬到一个高度。这咋投？哎呀，张现在是最明显的，张反正是因为他爸爸那病了。从动机来看，他要强一点，其他人基本上也没怎么太浮现。那个如果说拿枪，他就是为了去打7个人，其中1个人要用枪，那只能是何，因为何身体好，你从远处打他，然后这样不会被近身被制服，因为他被打过好几回了。他跟那个真跟勋打过架，他知道他的体力了，他能打过他，对吧？真比勋强，对，然后他跟吴呢，他比真强，但是更多他心里不能服，因为他并没有真拳，他只是那个因为有那个对，他觉得他应该挑技，对，他已经要炸他了。对徐步笑右枪，对，也许他，所以咱们推出来了啊，只剩何了。远处要瞄准攻击，因为他有腹肌。对，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应该他能应该打他啊。反正没投。就这样吧，我觉得就是目前确实只能这样。对，万一对了显得咱们厉害，万一错了咱也没错，因为何老师太厉害。就先挂一票吧。对。就这个思路，因为现在确实是没有啊，没有，我们已经那个用尽我们的全力了。你是个优秀的侦探。来，咱们一起来，手连手，心连心，一起承担啊！我们给何小龙1票，来，走你，谢谢。来吧，好，行，侦探，我们去哪里？先去哪儿？我们听你的，侦探。我们跟你走。啊，听我的吗？听你的，走。听我的，我先走着呗，我看，我先看一眼那个咱们小何，你说那个还有什么通道？我们可以先走一下那个通道，对不对？通道怎么走法？就这里，就是这个通道，这是个楼梯，我们可以走上去，右拐就是这儿。如果说是从这边上的呢？这是地下通道，完了这么拐，就是右拐就到哪儿了？到我房间。你看这个通道上楼的话，那只有可能是到我们这边来了。就是有2种可能，从这儿往右就是去他死的那个地方。对，然后这边也有可能是去这边，对不对？那就先往这边走吧，去何那儿了。何小龙。应该叫转正吧？对，是吧？很棒。什么？转正，他的密码，他的人生目标嘛。哦。这个屋里头，侦探这个，谢谢。密码是转正。转正，来小何。转
知恩。然后来哈，那条盗版老旧水，真山竟是变质萝卜水，骗子！没想到您老旧水居然有问题，这是赤裸裸的造谣。哦，举报了。何说了，这是造谣。说我的表哥、堂哥、大舅哥可都进了你的货，按照合约10倍赔款。我的老旧水绝对没问题，我一定会用事实向你们证明的。4月7号，是前天。对，对、啊，您说说呗，就是被有人转给我说我被举报了，我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但是我不知道是谁举报的我，是因为刚才你们说4月7号真还有一个举报的记录，我就对上了是我这个。哦，但事实上我的计划是什么呢？很简单，你说我这是假的，我就直接拿到我们4月9号这个美食城开业的，我免费给大家喝，我用事实证明，你喝了你就知道它是真的老旧水啊，它不是酸萝卜泡的水啊。哦，你这么单纯呢？对，然后是确实也没什么精彩，就是人家用事实证明，这个一点都不单纯啊，这个方式是最棒的，我欣赏这种方式。好。你在掏什么呀？对，我也在想，你是不是掏出一个什么膝盖前藏着的证据？我在找我的笔，我的笔丢了。侦探，他这案自个儿笔丢了，对不起，我先查出来我的笔去哪儿这个案吧。把自己每个兜都这查出来了，屁股底下，我的屁股帮我刮了，谢谢。但是这个听上去就是生气。但是不致命吧？就是说他对玩多，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再去找。我们去吴家看看吧。去我家吗？来，把这个再哦。朋友们，重大发现，它有真的打火机，神马干洗店挖针职业套装100块钱。是你？在他吐了之后，送洗的衣服口袋里面发现了遗留未取出的物品。我不是在烧烤摊上被一个人撞了吗？当时我太难过了，然后我就走到了他的那个烧烤摊，就开始喝上头水，中间呢还撞到了一个人，然后我以为我的口红丢了。我就在地上晕乎乎，就拿一个东西塞兜里，我以为我把口红捡回来了。吐完之后，我就把衣服送去干洗嘛。直到衣服送回来之后，我才知道那个是真的打火机。上面有他名儿，因为那天他那烧烤摊只有这一个客人，所以我就猜测可能就是他在网上黑我，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因为那天只有他在现场看到了。对，只有他撞了我一下嘛。然后把你撞到了他的背后。一个蛇形走位了，吓人。这个东西也很难解释，改变了我的人生。可是这也不能构成您的杀机啊。就是可能得知道他要干什么，才能跟我们联系起来。那个电脑是不是得解开啊？那个生效。对，还，我觉得资料还不够，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他就不知道他要干嘛。走吧。生效日期没写那个8，可以把0808再放上去试试。他家这还挺大。哪里有密码？哦，在这儿，在这儿。199004090808，开了吗？错了一塌糊涂，还再加一个08呢？因为它不是08秒。哦，对了，张富贵啊，张富成，张富贵一下就回屯里了。这几个名太难记了。张富贵，张富成，李小龙是记的一个代目啊。你的出生有精确到秒吗？没有到秒吧？有到秒吗？你只是8分，我只是到8分。8分吗？您是？哎，我是到8秒，所以我们俩不是同秒的。他说有还加108有用吗？没用。
朋友们，我觉得如果秘密没有揭开，我们就不知道它生肖是指的是什么。对对对，还得再找。对。我们先看看这日历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咱就看看这日历。哎，这就是1990年呢。 90年，对，这是24年之后。他只放了这2年的日历。他是说这天是最后一个期限，就不能让你活到24。对。我现在说出一个，肯定觉得我侦探还行。你说。上弦月，下弦月。 对啊，哦，月亮，对不对？然后你看8底，就昨天这个8这儿，就是因为应该是上月，是不是？就上半夜。上西，上弦月出现在上半月的上半夜。上半夜，哎，那如果上弦月、下弦月的，是不是就跟东西南北有关系了？就是月亮到底高挂在夜空的哪个方向？对，这好。以及它到底当时在哪个地方才能够看到月亮？ 对，才能看到月亮。它那张纸上不是写着外面有窗外有月亮？在农历来的话，这里是初几啊？这是什么？这是22，是下半月，它是按农历算的。所以这是下弦月。所以昨天的这个月亮会出现在下半月的下半夜的东边。 中间，哇，抓完了计划。天庭监督官，娃娃，精神控制类法术，可在短时间内操控他人行为。生肖，真的假的？操控谁啊？ 操控，比如说你右拐不行，现在让你左拐。哦，这样。这个我念一下啊，有点意思。为了缓解天庭先例资源紧张，你写的吧？你写的小说。每600年为一单位，从60年，每60年为一单位，从人间挑选符合资质的天选之子上天入职。现在在选上天入职的人。 对，详细说明：一，天选之子于吉时宝地出生之人为预备仙，8点8分，可药欲显形。哦，领到那个药，可能你就显形了。啊！降世后，先例资源部将指派监督官来到人间进行确认，将其姓名登记在册，上报天庭。信吗？ 这是姓名，我知道这东西咱能信哈？那不能信吧？第二步是，天选之子需经历爱别离，他那不贴着呢吗？就那几个，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3大劫难之后，监督官可在必要时协助赦劫。最后于24岁生日当天，由监督官亲赦生死劫。 然后就是你今天要炸死我们嘛？对，完成生死劫了之后，那个天庭了。对，天选之子就会飞升了啊。然后三大劫难分别是爱别离和所爱之人分开。不爱不就没事了吗？然后呢？怨憎会与亲近之人生怨，却无法分割。不是，我也爱而不得，反正我都那啥。然后3求不得是无法实现自己的念想。你想找男朋友，我只得不到他，我得不到他老想得不到勋。我也有啊，我得不到答案啊！不要，我怎么能解开这个题啊？哦，所以你们之间他会制造这么多的这些这个抓嘛，这些很苦的一些事儿。抓嘛，哦，他在给你们排戏呢。对，他在设计，求不得。然后嘞，没了。那第一次生肖，我看，所以生肖还是今天，不是生肖是他那天被泼水的那天吧？这是减刑。不是生肖指啥？生肖不是这写了一个生肖吗？不是，就这个符已经用过了，所以有一个人被控制过，控制了谁啊？对，有什么举动是反常的？
我那天你那些行为，我路怒，我突然怒了，他撞了我，对，他在我身上贴了这个符，有可能就是你他蹭到你，他蹭到你。高考那天我就自告奋勇的骑自行车送张去考学，路上呢碰到了真，就纠缠我们俩，因为我太着急赶了，我就撞到树上了。6月10号就是高考完的那天，我去看张的时候，我又遇到了真送保健品的真，然后我在走廊上看到了吴，我那一刻突然心情就逆转了。第2年他考高考的时候，我斥巨资租人一辆车，这个时候呢又碰到了真，咣撞树上了，就是6月7号撞的，考完08年的6月7号。好了，出来了。姓名真土豆，天庭监督官。是按照你小说里的剧情走哎。啊？是这样的，这里面有智慧大仙、发财大帝，有万仙娘娘、真土豆、红线大仙和美食大仙。红线大仙和美食大仙是姐妹，智慧大仙和发财大帝是兄弟，然后万仙大帝和万仙娘娘是夫妻，真土豆是他们的外甥。万仙大帝不就是老舅吗？对，他是外甥。然后万仙大帝的浴池就是老舅水，所以真是神仙。真是那个谁什么大帝的外甥。来听我说完，药浴可以保养元神，也可显现出仙体原形，就是你撞翻的那个就是现原形了。我就借了一下他的厕所，然后就不小心栽到他的水盆里边，然后衣服就打湿了，然后结果他看见我身上水就是有水这种，他非常的反应非常大，但我看不见。万仙大帝浴池，我4月2号去泡过药浴。哦，我去偷那个玩的时候，因为我拿不到这个保健丸的食物嘛，然后4月2号，正好真跟我说他那儿有一个药浴的活动，我正好想去偷他那个丸，然后他就邀我去，我就顺利帮他那个丸出来了。你现原形了吗？我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叫现原形。都是神仙呐！没想到，我查你们，我不犯了天条了吗？就这么过去吧，哈哈，是不是？我能查你们吗？我有病吗？我疯了吗？小何，对，他是外甥，快过来，这都是神仙，咱们得拜拜他然后们。万仙大帝的浴池就是老舅水，老舅，如有不敬，真的是对不起了。这里是不是可以点一下？哦，还有视频。这什么啊？就现原形了。老舅在池子里，老舅水流到那个盆里了。这是天庭老舅泡水，名为老舅水。天庭有老舅水可保神显形，而人间有外星人老舅水可以累了充电，可谓人间珍品。就把我的老舅水保存在外星人老舅水瓶子里，掩人耳目。就是他要用外星人电解质水的瓶子来掩盖老舅水，他就要100个瓶子。我们要相信这个吗？不能信吧？我管得着吗？就是说你们都给我软点，打扰了，咱走吧。我们求罗的事儿，您帮我们求求。哎呦喂，让哥们儿判神仙的案子呀，这哪行啊？我有这能耐吗？也就是说，我第一次并不是我自己急躁撞上去的，是他控制的我。那他控制的是我，他用我的手写着他的小说。他控制我了，我踹树。不是，你踹树这个真的是，应该是你自发的吧？技强一笔，这才是真正的你。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的事情，他是要把我们这些所谓及时的宝宝，然后在最后炸生死劫之后，让我们可以去天庭，因为他要选择这些人飞升。
我觉得是真被迷了心了，他信这个东西，然后再伤害普通人。对，我也觉得是他现在就是他是被控制的神溜了，然后他就觉得你们这些人是他要去，但是这殃及池鱼了，你这帮人就又是真的生效果。就是说一个人愿意相信一件事，他就是那不是啊，他不愿意相信他被控制，不是，他确实有中毒症啊。这证明他可能确实。我现在好矛盾。来，我要承认我是怒怒，还是要相信这个呢？我觉得不管我们信不信这个，我觉得凶手并不知道这么系列的抓娃娃什么的，凶手只是发现了他要杀我们。杀我们，而且凶手，而且可能他现在也没死，因为他是神仙，他死不了。在你身上呀？真的？只有可能在你身上，不可能吧？那我先把你排除啊，对不起啊，把你排除了。勋不可能，勋是神仙，对。哎，这澡盆是真的吗？那个澡盆，我就说搁在那儿，试一下泡澡，洗个手就行。洗个手。我是侦探啊，我先来啊，因为我根本不没什么，对我凡人，我是凡人，对，来该你了，下一位。我一个了，我先。我来了，我没事儿。哇，我这手之前就坏了。哦，好嘞。哎，就这样，那儿。对，它是马，小白马，哇！你是那个小白马哇？你长这样，阳光太后，小白马，嘚儿里个哒。哎，那咱们只有您一个是神仙吗？还是？对，他是真神仙呀，因为显形了嘛，所以真镜子照出来他嘛。哦，所以我那天栽到这里，然后他就看到这个了。他进来之后发现，他当时就看到了。哦，这儿哦，还有东西。哇！隐形宝盒，它还能隐形。哦，法器所属者死亡后就是他没死之前，我们看不到这个法器，他能把这个东西藏起来。就是你呀，这玉佩。张富成啊。哇塞，宝地88分8秒。郝俊的男娃娃一定是他。我张富成。管你什么真天选假天选，你命由我不由天，将错就错，我要带假娃娃强行飞升，真娃娃杀掉以绝后患。他一开始圈的那个是我，但他后来发现天庭的是你，是我，结果发现错了。上市后，先立资源部将指派监督官来到人间进行确认，将其姓名登记在册，上报天庭。8秒是他，对，因为真的是他，同年同月，因为我们俩都那个要遇过，你是真娃娃，所以他搞混了。来，这儿还有啊，笔记本3节全部完成，在非生日到来之前，我只要把张富成留在神马线就 OK 了，就是他选中了我。ID 不羁毁坏天庭形象，凡手一个举报 ，KPI 加200。我毁坏天庭形象了，因为你编了那个故事不小心的事儿哦。无语竟然半路杀出个徐晋欢，不如用吴阿珍留住张富成，坐实他们的恋爱关系，生米煮成熟饭。就是他把你撞到他怀里去的。哦，他就是故意的。就烤串那个时候。
何小龙卖天庭同名老旧水，对吧毁坏舅舅形象，反手一个爆料 KPI 加200。他来这里人天庭啊，他也就是好颠，就是一个职场。这天庭也是上过班的哈，都是。所以那就定了，真要杀的是他嘛？真要杀的是我，他就是你了，他将错就错了嘛是这。样的，他2个都要杀，杀完他杀我，然后杀他就以绝后患。和那个枪。杀我是用那个炸弹，杀你是用那个枪，因为他不用再及时杀，一个是要杀掉，一个是要飞升。是这样的，他一定要在8点炸掉他。所以炸药就在他的摊位底下，我们炸不炸不重要，因为假娃娃一定要强行飞升，但是呢，他得在头一天杀掉真娃娃。哦，对，因为他报的就是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到时候别在一块有什么问题，一起到天上去了。他认为如果要飞升的话，必须在及时把那个娃娃杀掉，所以他杀了那个假娃娃。但是如果那天早上他又过来的话，真娃娃也会在那个时候一起飞升，在他就穿帮了，他就穿帮了。对他就是为了将错就错。这个事儿假娃娃也能飞升啊？他强行飞升啊，他说了吗？还能强行飞升？对，他说了呀。因为是同一天生，所以真那个谁出来的时候往右拐，他就是往这边走。他本来是要往找徐，所以他当天晚上要去徐房间杀他。哎。然后那个人就利用了这一点。应该是里面有一个轨迹，然后导致他本来想从这边走，变成了这边走。但是得有人知道他本身这个身份，就是有人已经提前知道他这个身份或者知道他要杀他，要杀他。我觉得就是熏，只有他那个小说跟他有关系。他写着写着写出东西来了。走，继续找。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相信这些，我不相信什么天庭啊、飞升啊，还能强行？我相信外星人，我就能信到这一步。这一集让我当侦探，高估我了吧？这我，这是熏哈。你还有什么吗？我不知道在哪儿，我帮你找嘛。这什么？还有，你看，它修护凝胶，用于治疗皮肤皲裂、小创口、皲裂创口的护理。你哪儿裂了呀？哦，这个。哦呦，青年男子跳海不幸溺亡，神马棒。这1930年，他是个老东西。你活了这么久，对不起，他是个老人家。哇，30年多大了？还爱我吗？我其实一开始也一般了，就非常的中我那个点。哦，他怪不得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因为他很老了。很奇怪，这人太高冷了，约不出来。听啊！1930年5月20日凌晨，一名男子跳入海中，不幸溺水身亡。据了解，这个男子是一个极限运动的爱好者，因挑战悬崖跳水被海浪卷走。有人报警后，救援人于当日中午找到其遗体。哦，他知道，他所有都知道。愿赠会爸妈，爱别离无。无是无，对，你破掉了我的封印，我错过了你，求不得自由自在的人。他知道这3个节。天选之子须经历爱别离、愿赠会、求不得3大劫难之后，可完成飞升。说吧。是这样，这是我的上一世。我的天！这个设定不是乐队乐的，你这啥元素都出来了。哎呦喂，我能干这活吗？我懂了，你的剧本是你在90年代当神仙。哦，
神仙，然后他不是有那几个节嘛，然后我就到天上去当神仙去了啊。当神仙去主要也是干活，就像我画那个漫画一样，就后面创造了一个故事，关于天庭的。哦，上面也是一个职场的感觉。对，也是一个职场的感觉。然后我就是在这上面种土豆，哦，每天特别忙。天上有土啊？仙土嘛，仙土。然后呢，这边给的 KPI 特别难完成，旁边不停还有人蛐我。哇，你们那儿也有人蛐啊？咱就是说，天庭跟地上也差不多，是不是？去哪儿都没。然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我就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就知道，就如果把这土豆要是毁了，就触犯天条了。就触犯天条了呢，就会被这个逐出天庭。然后我就开始就是使劲捣那土豆，我把那土豆全给弄死了。弄死完了，他们要给我逐出天庭，我就从诛仙台我就变成凡人了啊，就来到新的一世。对，然后就来到这一世了。哎，咱们这一集就不用着急了，这一会儿宇宙上的事儿，一会儿天上的事儿。真什么？我有病吗？我能破了这案吗？我开了天眼了吗？真的要翻脸？喂，你真开天眼了，二郎神！哮天犬，我的哮天犬呢？不可能嘛！看看，你看看。我现在甚至觉得我在做梦。妈，什么时候叫我起床？叫我起床！我可能。侦探已经骂梅丽快1个小时了。真的是轮上这么一按。然后呢，在我跳下诛仙台那一刻，因为我知道就是这3个劫，是能帮助你成仙的。哦，他想明白了自己上一世为什么成仙，对吧？啊，成仙是因为通过3个劫啊，所以我呢就给我身上刻了一个符咒。啊，是哪里？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呦哦，所以真有东西啊！哎呦我去！哇！断情绝爱，就是他本身。哦，所以他那么高冷。就是他不会爱，他就不会遇到爱别离这个劫。对啊，但是他断了。他断了。他原来是连上的。就是因为阿珍，他原来办学这个桃花就说我真的特别的喜欢你，他就说了一句对不起，转身就跑了。就是因为阿珍跟我表白，他断了。他断了。难道不是被我踹树震的吗？这断了。他跟你表白，你就会断吗？不是，等于他跟我表白了之后，然后我不是说对不起吗？对不起，我就跑了吗？跑完之后，其实我回去我想跟他说，我说其实大家还是能做朋友，怎么样。然后当我回去，我看见他突然抱上了他，你突然难过了。我就突然难过了。哦，那你动情了。哦，他有情丝了。哦，你突然难过了，然后这个符就裂了。啊，裂了之后然后就那种烧伤的这种感觉。哦，烧伤感觉，然后我就开始抹那药膏。哦。这种药膏还能治情伤？哇，那我的剧本就是我在90年代跟神仙谈恋爱。不是，你跨越时空跟90年代的神仙谈恋爱。不是，我在90年代让神仙裂了。明白了啊，就是他都在这儿了，就说明这个设定是真的。我真的有天性。我这个人还好，没有外星人的事儿啊，没有外星人，只有神仙。不对，你真没有说服力，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都靠你说，那谁能相信？就对，我信他。哎，你看我的漫画呢？拿漫画让我们信，这不更不可信了吗？我信他，因为他的故事跟那个真的是对得上的。啊，这是真事儿啊！所以你现在跟真是神仙？不是，他是神仙，我是人，我是不想当神仙，所以你看我写那些小说也全是吐槽。但是你还有上一世的记忆，到天庭的记忆你是有。我有上一世的记忆是从那天打完他之后，因为我打了一下他嘴角出血了，吻了你啊！他血溅到我身上了，我就昏迷了。我其实不是让他打昏迷的。哦。昏迷完了之后，我就是从4月1号开始，我就开始每一天想起一点，每天想起一点，然后我就开始画画。然后唤起了前世的记忆。
所以他认出他来了，他是最接近这个真的计划的人。不，就是如果你又在及时重新转世，然后完了经过3劫之后，你又会被上天，你是担心这一点，所以你要杀掉他，避免你再次回到天上去受难。哇，因为投吧。好的好的。没有，求不得没有。第一个劫破了，爸妈破了，爸妈那个破了。爸妈怎么破的？爸妈就是离婚了嘛，他们俩其实本身就不太爱，但总是拿我当一个借口，把我抚养到18岁之后呢，他们俩就离婚了。第二个也破了吧？第二个破了，爱别离破了，爱别离破了，破了。求不得没破吗？求不得，我是想做一个自由自在人，跟这个没不可能，你只要存在就不可能自由自在。这儿好啊，这儿自由自在啊，这儿自由自在。要不我们去案发现场看看吧，走。所以熏是要干嘛？他就是保证自己死了，别当神仙。对，但是我没有想杀他，唉。真不是想杀徐吗？他怎么能走到这儿来呀？如果他把放在入口那，是不是他会弄反左右啊？哦，对他首先得走反。对，这跟徐的屋是一模一样，是中心对称。你拿出去，我放一下，我看看。就要搁在那门口。那个是的。我来吧。是因为这是个新的商场，没有人知道这个商场原来长什么样子，只知道出了通道右转，你就可以到达对面。啊？他一直搬着这东西来回再去走啊？不可能吧？他们现在已经都是神仙化了，就用气，就用气这么走。他放哪儿呢？他放在这儿，堵住这个出口。就等于，如果没来的人以为这是一堵墙，就堵住这个过道啊，把它装成一堵墙。对。然后呢，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注意，他其实被用这个东西挡了。事实上呢，这个人来了之后，他就会看到这是唯一的一条通道。对，他就以为这条通道是过街的，对，会是通道，他就会这么走。走了之后，上了通道之后右转，他就被带到了他想要去的房间。他又把这个给搬回去吗？那不可能，他都过去，他咋搬回去啊？他为把这个路堵上不就完了吗？对，有可能原来他把摊位往这儿摆，他就觉得就是这么来的。对。对，他这不就是这条通路了吗？对，他就不需要用到这个了。你这方法是对的。对，就是说往这边一推，他就这么走了。哎，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人他不知道他是从哪个出口进来的，是吗？不是，他只能从南安广场进来。然后当时两边的这个街道封了，所以只能从这儿往那边走。明白了。那他怎么死的？他怎么拿枪怼眼睛死的？不，那个人就是在这儿等着守着了呗。那就是在你这不是把角吗？那就是这样吗？对，就是这样吗？可是真看见他了，还要把眼睛凑到他枪口上去啊？怼着打的呢？怼着打，怼不着人，怼不着那么准。对，我怼你脑门上没有，你肯定跑了。对呀。再找找看。垃圾请定点投放，每日0点回收。朋友们，这里有2个垃圾桶，他说0点会要清理。啊，那边垃圾桶。啊！啊，红大衣。这里还有头巾。哦，口罩他也有。哦，一套衣服一模一样的。哦，真的。哦，真的怎么样？
什么？你说啥了？我说我刚才跟他说，是不是有人穿的跟他一样衣服了？凶手为什么能这么近距离打到针呢？哎，不可能有一个人扮成跟他一样，然后在这儿要站着，对不对？就是我说那个人，他一进来发现有一个人穿的跟他一模一样，就是他假装自己是花是吧？不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感觉看上去特像，也戴口罩什么类似的，然后就他感觉是看见了自己。你好棒！好，那然后呢？他要干嘛呢？哎，这里有弹珠。啊，又有弹珠啊！就凶手的，就是这个凶手自己准备了啊，弹珠肯定还有。那他还得有把枪，枪用那边的枪还回去了吧？是哎，碎掉的什么？他为什么把这个裹着？这个是本来应该在哪里？哎，那个花，是你房间也有是不是？菊花，一样的菊花，一样的布置，一样的。哦，他把我的房间布置成一样的吗？这是在你房间外面通道里的，所以他要在这边布置一样的，是在通道，不是在房间里面。哦，我懂了。他看到这个，他就确定那个是他家了。确定。可是问题是，他来过我家，他应该一进来就知道这不是我家。他没有进来，他走的死在通道上了，还没进家门，在他家的走廊。哦，那就是有2把这个枪，对吧？对，他也拎着枪进来的，对吧？他来杀徐，然后那边也拿着枪，这样。他模仿他做一样的动作。对，他就以为那个是镜子。你家那边有镜子吗？有镜子。哦 ，vlog 里面是有镜子的。哦，有镜子的。那他也得对着走啊。哦，我懂了，这个门框放中间一点儿，然后他俩你往这走，对，就是演嘛。你做什么，我做什么，镜像是吧？所以这个门框是放在中间当镜子用的。他就是利用这个走廊，然后他再利用那个花瓶来假装，你觉得是在你来了你家，但是真看得见对面那个人的呀。对方其实也不用跟他那么严丝合缝了。第一是比较暗，另外一点他的目标只要你接近我就能打死，我就能怼上你眼睛就行了。对，哇，太精彩了，太牛了。对称杀神啊！哦，那他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他要穿这样？我找到了一个钥匙。那这个钥匙是开什么的呢？哎，这个门是不是没开啊？我试试看。是。哦，是，哦，是这个门啊。哦，真是他的钥匙。他自己弄的这个房间。你看，从里面也没有家具的，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废弃的一个房子。他跟徐静欢的家是在对称的位置。他利用这个钥匙打开这个门之后，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花瓶，让真误以为自己来到了徐静欢的房间。对。那所以凶手要满足的点是，首先他一定要知道真的计划，对，他一定要知道真要杀掉徐，对吧？第二点，他还得知道他当天晚上会穿什么装扮，因为他要跟他扮成一模一样。同时，他还得熟悉这个舰上的一些房间的布置，对称的布置，然后包括他对整个的这个新的美食城的房间还很了解。然后他利用这一点之后，让他右转之后，他就会来到这儿。有人知道这个房间是谁的吗？看看是不是有房屋中介的广告？这儿呢。哦，租房，来，可以打。来。哎，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在这个神马县垃圾回收站旁边的一个空房子，您这有这个记录吗？
有啊，有最近2个月就租了这一套房，哇，太好了！那租户能告诉我们吗？这我们不知道，我们都是线上短信联系的。那你们有啥信息啊？就是当时他租这套房子的时候，他就是前天找我们租的这个房子。前天租的，今天几号7号。 4月7号租的。是在7号才租。那你们租房子都不用签合同吗？你知道这有神仙吗？一会儿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也神仙。哦，这是天庭打来的呀。你知道天庭的事吗？天庭的事儿，我天庭饱满，地阔方圆。侦探要翻脸了。啊，那你们就是他什么时候来交房啊？你们这个钥匙总得给他吧？我们钥匙就放在窗户，他自己拿就可以了。啊，他自己拿的钥匙。公司啊也是挺随意的。也会行吧。你们这写的值得信赖4个字儿，钥匙搁窗台上啊哈。谢谢啊，辛苦你了。辛苦，谢谢。他太惨了，他挺无语的。骂了人家一顿，那我怎么办呀？对方特别无奈，是好的，好吧。哎，好的。租了1个月，前天7号租的，下午租的，还要租1个月。 7号就有计划了， 7号就知道了就有，7号之计划了前肯定知道了。对，那请问他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要戴口罩，但是搞这一套嘞？他是不是之前去过那儿，去过他的房间？就知道他有这身衣服。对这些东西嘛，你去真那房间看一下吧。快，咱们来看看真还有哪儿？因为对方是怎么知道他的计划的？对，肯定会留下点什么。哦，法器。预言镜，温馨提醒：神仙下凡有风险，肉体凡身与凡人无异。预言镜预言未来7天宝地内神仙陨落前看到的最后画面。哦，那就是那个嘛，他这个符令：1周运势大凶，一个人对着你举起了枪，你永远陷入了黑暗。像是个预言。对。 只有拥有法器的神仙或经历过3劫之人触碰后可以看见。请注意，法器所属者死亡后，预言镜内容将不再限制查看。哦，他现在都能查看了。原线，那行，那来吧，咱们看看吧。最新预言4月2号就是他那1周内得死那个，什么月亮？对，他说月亮像半弦月嘛。窗外悬挂着月亮，一个人对着你举起了枪。 你永远陷入了黑暗。哦，他以为这个神仙陨落前，以为是徐看到了最后画面，所以他为什么穿这身衣服？就是因为他看见了预言里就穿这身衣服嘛。那个人也看见了他预言里是这身衣服一个一样的啊。就是下弦月只会出现在下半夜的东边，所以呢，他是其实预言是真实的，就是发生在那个屋的事儿了。他最后在那边是看到月亮的，就在东边下半夜的时候看到月亮了。 镜子，镜子，告诉我，预言中的月相什么时候会有？这是下弦月，会出现在4月8日的晚上24点到4月9日的早上6点。下半夜。既然如此，那我就按照预言把徐静欢杀了。谁能查看这个东西？经历过3劫的人，你可以看到。 我们不是所有人都经历了3劫吧？我没经历过。那这个就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可以排除一些人，就是从情节和时间线去锁定那个3劫的人以及有时间来这儿的人。对，谁来过这儿，谁会不会有可能来这儿？行，没问题，快点开始吧。我觉得这个可以了，你很会是不是？可以，非常棒。我是凡人。行，你可以，就是够烦人的。 来啊！来，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知道了刚才这些云里雾里的事儿啊，各位心里都清楚了，我就不重复了，因为也重复不出来。看过那个预言镜的人有2个人，一个人是真，一个人是大概率是凶手，对吧？那他如果要相信这个里的画面，他就要全部的画面都相信。哎，就是你觉得预言里边他看到那个左右手重要吗？就是预言里边
他是右手举着枪，然后他是左眼中枪，对吧？对。就是如果那个是镜像的话，就是那个细节是不是没做到？我的意思是，就是是这样的，他凶手一定要用右手，因为真以为不是镜子，是徐看到的自己。等于他要用右眼瞄嘛，那应该是左眼中枪。真看到那个预言里面，对，红衣人是这样对着你的，对吧？哦，对了啊，他就对了，真也是这样的啊，所以他会觉得奇怪，他就凑前去看，梆一下就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更加相信凶手得信这一套了。信这一套的意思是，就是他得起码他得相信这个预言的这个。一个普通人看到一个什么镜子变成了一个什么预言镜，然后不会相信的。他的想法应该是什么？说嘿，这家还有个 LED 哦。哦，这个点对，还真是。像我看见了，我就觉得这是个神话故事。一个预言的两种理解嘛，就是真是那么理解的，实际上真理解错了嘛。然后我觉得凶手是得到了正确的理解，并且让这个预言去实现了。如果他完全不信这套的话，他就阻止他杀徐就完了，他就不是这套逻辑，不是这套手法。那他怎么阻止他杀呢？阻止他就是把真杀掉，不就阻止了？就不是用镜像，不是用穿红衣，不是用这个预言，不是用这个预言来杀的。我想说，现在有2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这个3节，对，是吧？就是有3节的人才能够去摸那个镜子，才能看到。对，然后那个镜子的预言是从4月2号开始有的，但是后来那个租房这个事儿，咱们还知道是4月7号才有的，所以这个人是一方面满足了3节，但是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去排除任何一个人。对。因为这事儿就是说有就有，说没就没，是吧？他为什么要玄学呢？是不是？如果有固定答案，那不就科学了吗？对吧？哎，然后所以说，侦探说的对，说咱们还是懂科学的。是。一方面是在2号或7号的一天，他莫名其妙的可能去过真的家，就突然间弄了一下，也不怎么就看见那个预言了，这么一东西了。就是满足这2点的人呢，相对来说是就定了，对吧？是凶手啊！我跟侦探们报告一下我认为的几个硬标准啊。首先，第一点，他要在4月7号以前产生杀机，且明确自己的计划。对，所以他要去租房子。另外一点，他要看到他的计划之后，他就会去研究徐的房间的构造啊。这个不是作为硬性条件，不然的话，这个人还应该对徐的房间稍微有点了解。第3点，他还要对这个小镇比较熟悉，他要知道在镜像的这个位置有一套未租的房间，这个跟那个构造是一样的。还有一点，他要对整个的这个神马百货的这个构造要熟悉。对，否则他也容易走晕在里边。还有，他得相信这套预言的逻辑。我怎么觉得是有可能呢？你没有去过他们家吗？去过那儿吧？从来没有吗？就是那你的时间线是什么？我的时间线是31号去网吧的路上跟真打起来了，他吐血了，然后喷到我脸上，给我喷晕了。喷晕了之后，然后他给我送医院去了啊。第2天醒来之后，我脑子里就开始有一些画面了，所以4月8号我才想起来，真土豆就是真宝剑。你有可能一天就想起来吗？唰唰唰就画出来了，然后就找他去了。对，他可能越画越什么，他就感觉他已经算出来自个儿这卦了。然后就算出来一切，因为你现在的时间是刚好卡在了8号的时候，你说土豆来要抓你，然后你可能才去找他，但有可能不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杀他干嘛呢？你刚开始可能过去是想澄清一下，是不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我是8号的晚上，我还在想，我说我要找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来这儿。那我想，我说那我就问问他，对吧？你为什么追我？你是觉得我当年把你那土豆给你推坏了，你现在要来追你了，报仇来了，对吧？我得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其实目前就举报了我的小说，他没干别的。他是哪天举报的你啊？
3月29。他举报的是一个网络 ID， 都未必知道是谁。那假设你在前面知道了之后，确实去了，而且机缘巧合发现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看到了之后，对于你而言的杀机好像但实际上我有了这段回忆，我也知道，我即使升了仙，我也能贬为凡人，我也不干活，我也能跳诛仙台，也能回来。就在你们搜这个真的这个房间的时候，我是从头到尾我都知道所有的事儿了，但是他的那些信息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认可我的这些啊，你知道升仙和天庭这个，我知道这个，因为我有这个8天的回忆嘛，我知道真土豆了。所以你们在骂的时候那么难听，我都忍着听了。他的核心就是在于说他不想当神仙，其实他没有别的东西，对吧？那他其实今天躲着，第一他3节都没完成，如果他3节完成了，他躲着这个炸弹走也就完了。你是哪个不齐啊？我是求不得不齐，没有求不得。你不是要自由吗？对啊，现在我没就是求不得是实现了的，我是自由的。你现在是自由的？对啊。但求不得就很难说啊。哎，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如果真不死的话，你就是永远有这个可能性，你得回天庭？是他回去他也不怕呀，他不是，但是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知道啊，这万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呢？哦，他万一不想再经历呢？有道理。但是我没有必要杀他，他可以跑，他可以不来，他可以不来拿这鸡蛋。不，我的点是，我如果知道了，比如说我去了真的房间，我知道了这些信息，首先他死不死跟我没关系。这话说太残忍。作为一个神仙，你不应该保护我们吗？我是凡人，我是不想当神仙。你有个神仙经历的人，你不是这个神仙的设定跟现在你所谓的神仙的设定是不一样的。神仙你是另外一个维度的牛马。对，你招人让你上去是干活的，不是说让你上天上当神仙的。你会不会想保护天选宝宝？对呀，你不想保护他吗？他是一个再去受罪，我就保护一个，就是你曾经淋过雨，所以看到一个人想为他撑个伞，对，给他撑个伞。那你如果是说这个能给我一个好名声的话，那我愿意。吴真的好干净哦，他是有点干净。我先交代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侦探可以判断一下，我那个洗衣条不是4月4号我拿回来的吗？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去过他家找他理论，我就说你为什么撞我什么的，就是吵得不欢而散，我就回来了。之后我心生恨意，我就有了一个计划，我就开始找我以前同学那种大 V 号，我说他现在污蔑我，我也要污蔑他啊，以牙还牙呀？咋搞？你不是有那个跟他比业的那个后面有他那个吗？我可以把他编故事吗？因为这我专业呀。那你是几号去的呢？我是4月4号，就拿到那个洗衣条，发现了当天就去了。对。我觉得合理，从杀机上来讲，他是最没必要的。对呀，我杀了就算去了看到那个，他也不会为了徐去杀人。对呀，对他为徐杀人很奇怪。不是硬说也能说，但是比如说我比较性格就是直率，假如说对我有正义感，那我觉得有正义感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对不对？我要保护这里的人，这里是我的家乡。除非你抓到了他的这个 vlog， 你知道他曾经为你发过声。对，我想帮你发声。对，也有可能啊。那我也说说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好不好？我真正跟真发生本质性的冲突是31号打了他之后，我4月2号被举报了。我被举报了之后，我就失去了转正的机会。那这个时候是我真正对真有怀疑且恨他了。但是因为是我打的他，对我来说我也是有错在先，所以我采取的方法就是开始在镇子上面推广老旧水原液。结果呢，4月7号的时候，有一个餐饮店的老板，他告诉我说我被举报了，说我的那些所谓的老旧水是用了变质的酸萝卜弄的。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跟真有关于是呢，这个时候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租房，不是，我就在这个神马百货订了4月9号开业的一个摊位，我就想用开业的这个时机来送我的老旧水让大家喝是让事实证明。对，
这是我的完整的整个的线。 4月7号才发现被举报。如果你们觉得4月7号，我首先第一点，我得知道是真搞的我，但是那个上面没有写，只是我说我被做了这件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得去查是真搞的我。第三点，我还得再去他房间去看那个。第四点，我还要去租房，对吧？4月7号正好4月7号租的房。对，所以我个人觉得是来不及的。哦，就说他就对，确实是一天就是干了好多事儿。对，啊。 也合理，而且按那个张的那个逻辑的话，他要相信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他不一定能信，就可能从这个点上，我信老舅。我觉得如果说何是有这种杀鸡，一定要杀鸡，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发现了真，让他之前这些不可解释的这些事情？ 他本身就带着很大愧疚哦，比如说对兄弟，对，发现都是真造成的。他原来是他给我造成的，他才会有这个杀机。他除了这个，他不会有别的杀机啊。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那个是藏在一个隐藏的盒子里面的，对，是只有等真死了之后，那个才呈现出来，我们才知道他的那个所谓的心路历程，什么随心符呀，什么我要找这个天选宝宝呀，然后我选中了，已经报到天庭了，是张富成啊，这些如果真没死之前，外人看不到，合理，所以何的杀机其实并没有太突出来，对，就是没有必要纯杀呀。 现在我觉得，我更倾向于跟徐有关系的两个人，一个是徐本人，一个是张。张是啊，张怎么可能？张爱徐啊，你忘了吗？我觉得保不保护徐其实不是一个正相关，我还是觉得说你信不信这套东西是一个重要的事儿。因为如果我们的杀机是我爸被搞了，然后你是丢工作，这都是很唯物、很现实的一个杀机。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觉得真是对我不利的人，然后我进去发现他这有一个神神叨叨的东西，然后这个人说他要杀徐，你觉得作为一个守法公民，我是应该先报警，还是利用这个来将计就计？而且如果就算我不想报警，我想杀他。 我保护徐也好，我也很难去做一个镜像法。你做镜像法，你还是得信这套预言。我想知道一个点，就是他去，因为他前一天一定要去真的房间才能看见这些东西嘛。不一定是前一天，他要4月7号以前。对对对，就是要看见这个东西。保护我也好，或者怎么样。虽然说张保护了我，我现在也觉得是有一个点，是因为第二天那个鞭炮不是要炸掉吗？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可能除了保护我以外，也为了保护自己啊？那肯定啊，保护自己躲远点就行了呀。我觉得保护这个逻辑其实不太成。我还有我的原因是因为4月2号之后，真才产生了要杀徐的这个计划，那个预言才能被看见，对不对？所以他怎么产生他要杀徐呢？是因为4月2号他约了我去，他得确认我是个假货，对吧？等于应该是邀我去泡澡，确认我是个假货在前，我拿了那个东西就走了，预言在后，才在那预言，预言完之后，那请问我在他家泡了个澡之后，我有什么动机再去他家一趟呢？我已经偷那个药丸出来了，然后我的同学要4月7号才告诉我，我爸是吃这个东西吃坏了，等于我4月7号才对他有一个很现实的杀机，合理。他如果不确定张不是那个天选宝宝，他不会去看那个预言，他应该是知道了这个就一定不是他之后。哎，但不是他先现身在前吗？你不是先去打翻那个水的吗？你是几号去的？他3月30号。3月30号就去。对，他早就知道你不是了呀，但他4月2号要确认一下是不是就是万一又是2个真货呢？他4月2号确认我是假货的呀。啊，还有可能俩真货呀？就也不是说是俩真货，他反正至少看到了一个意外的是真的，他得确认一下原来的真的是不是假的。就已经100%确定我是假的，他就没有必要4月2号再要我去泡澡了，对不对？我觉得他这个时间点很难撒谎，因为首先4月1号这个点是他可以作证的，就是他不会就父亲中风这个时间点撒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再往后约的他，比如说4月2号先做了预言，4月3号约的他的话，他去偷药的时候再去查的话也有可能。但是如果他已经做了预言要杀他，并且说好了我要杀他，他就没有理由再约他去泡澡了。他一定要先确认这个这个是假的。
只有这个是真的，我才要杀掉他。而且他的计划就是假的，我也让你升仙。就是作为他是一个神仙的官职来说，他等于要把假的强制带升天，然后把真的在这边杀掉，对他来说是犯了挺大一个事儿的。他不把2个人的身份都确认完了之后，他是不会做这个计划的。是。如果大家盘张接受他去了之后，他没有理由再去真的房间，就没有理由看到4月2号才产生的这个预言。那么就把张排了的话，那我现在轻轻的想把天选宝宝拉进来一下，因为刚才其实我拉进 PK 台上，拉进哪里？因为我第一次听到他4月1号真跑到他们家去翻东西，他4月7号才看到这个。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他虽然去了甄家，但是他4月8号下午才去。但是如果他4月1号之后，比如说4月2号他就看到了，有可能，因为他为了保护他妈妈，这个东西无论如何他会有看的习惯嘛，或者有看的必要嘛。他如果4月2号之后去，他就会看到这个预言，也会听到这句话：你要杀我。而且我想浅跟一个点，我就觉得，因为他确认了他不是。那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会再确认一下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之前他怀疑那个水不对，那这个时候他能找谁？只能找他来确认。那确认完之后，他一下就发现了，有可能他约他有什么理由约他，他又刚好要去质问他，他就都有可能啊。完了。是我都快被你们说动了。许玉来说，如果说他知道了自个儿要被杀，他就在他自个儿屋待着，不就完了吗？还要做一个跟他一样的镜像的，干嘛呢？他提前知道这事儿了，他就在自个儿屋等着，对，看怎么把他制服这件事儿不就完了？他干嘛还要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屋给他？那尸体不就留他自己屋了吗？他再去处理，反正他就有他，是不是会比这套再稍微再简单点是吧？我觉得扔垃圾桶里多好。反正对那边垃圾桶。没有，我觉得那个花瓶更那个一点，就是我其实没有必要再去买一个花瓶，我直接把我房间的花瓶搬过去，因为他不是伪造了一个类似的走廊嘛，然后那个花瓶不是有一个碎了的在垃圾桶里嘛？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想尸体留在我的房间，我把我房间花瓶拿过去，然后弄完杀完他，因为他自己不会觉得自己的花瓶丢了。对啊，可是凶手不能不能拿他的花瓶，比如他就会觉得他的花瓶丢了。对，他就买了一个，就是我没有必要再去多买一个花瓶，我直接把我这个弄过去，我还认为那个花瓶是扔进垃圾桶的时候碎掉的。所以你为了防止它碎，所以你买了一个。不是，应该是他先把这个拿过去，然后想着等会儿用完了之后放回去，结果不小心弄坏了，又买了一个放回去。连夜买了一个，可是我不买不也行吗？没人知道我有那个花瓶。那个是公共楼的，走廊里。哦，那就是，那你们要这么说的话，我如果说我是凶手的话啊，我觉得那个张第2天不是那个鞭炮，怎么感觉自己越说越脏啊？想清楚再说，等一下不着急，不脏不脏。凶手他去到真的房间，会不会发现这些购买记录啊？有可能，因为那个很明显，对吧？发现枪，因为这个人还得知道那个枪里面那个用弹珠。那我昨天下午去过一次啊。你昨天下午又去了一次。对，他没敲门，没开门嘛。谁家呀？真，因为我4月7号看了监控，他4月要放的东西，我想去找他辩论。我觉得去过他房间的人很有嫌疑。对，没错呀。对。我去过他房间。对呀，越说越脏啊。对呀。但是张去过他房间。张也去过，对。我也去过，我也去过。他也去过。你也去过。对。你们俩没去过。我没去过。我也没去过。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得看到那个镜子上的预言嘛，但是那个预言里边很清晰的说了，我要用这个预言杀徐。对。最大问题是这个对于他们仨来说就非常的没有理由去动手。
完了，现在怎么办啊？现在侦探怎么办？我觉得一般到这个局面的时候，是不是跟河有关系？我跟你说，一般就是局面已经就是不可开交的时候，一般都是高手在把它。不是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因为说你要相信这一点，你才会模仿他这个方式话，那我就不符合。我是一个从小就没什么学习不太好，然后一身戾气的一个莽汉，所以呢，我是特别的超唯物主义这么一个人。你是不是我叔的粉丝？不是。可是我还是觉得张会看见那个线索，摆摊。爆竹在，因为我觉得爆竹是个很重要的线索，我觉得凶手知道要杀张和我，所以爆竹也是我们俩，然后保护我和我的死其实是杀机是最重的嘛，再加上张的话可能多了一层，把爸爸弄进医院了，然后就是2层。首先是同样的逻辑啊，我刚才解释自己的就是我必须得在4月2号之后，他那个预言才会产生。就是他确认完我之后，我唯一进他屋能接触到那面镜子的机会，就是我泡澡的那次。但是那会儿我接触了也没用，因为那会儿还没有预言。然后我泡完澡再回去之后，我就没有理由再去他家一次了，这是我自己的点。然后另外一个点，我轻的想把勋拉回到这个讨论里边来，因为我还是觉得他得相信这个事儿的，因为我还是从我的动机出发啊。我觉得我们仨都可能属于不会相信这个事儿的人，因为它里边预告叫做我要杀徐，我要用这个办法杀徐，对吧？那么一个正常人，一个唯物主义的人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是避免这事儿的发生，而不是说去 copy 他，然后用 copy 的方式干掉他。你要杀徐，你要杀我 ，OK， 我告诉徐，我拉着那天他别在家待着，我们跑，我们离开这儿，我们报警，我们什么办法都行。就是你得信他这个东西是预言，是一个命中注定，那天不是他死就是徐死，才存在这个所谓的保护，对吧？所以其实我把勋拉回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确实你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就他说的这套逻辑是对的。如果你不相信这个镜子里的东西，你不可能模仿他手段去杀人。但是在我看来，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我看来，这3个人呢，唯一还有能相信这件事的就是何。就是因为他有老救水这件事。对，虽然它是2个体系，但是他都没去过珍宝店。但是他也是等于像他知道那个外来的那些东西能带来这么一种水，那种水是能怎么样，就是外来力量嘛，对吧？对。他的那个老酒水那个罐儿，我都不知道大家上面贴着一个世界之大无奇，宇宙之大无奇不有。请注意2个点啊，我4月4号才去的爱丽丝屯，就算是我。比如说，因为有了外星人这件事情，我相信了这个。然后我从4月5号开始，我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第一，我先得要有个理由。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理由去争那。那有没有可能一开始他举报你，你怀恨在心，你去理论，然后理论之后你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一直在找方法。偏偏巧合的是，这个时候你接受了外来力量的帮助，就是外星人这个梯队。请问4月4号我的表哥为什么会来帮助我？怎么那么巧？就是一个神来。你是神马吗？那一切都是巧合。那你不如说我遛弯遛到那儿的时候，刚好看到了那个谁真正在点那个东西，我凑头看了一眼。请注意啊，就是看那个预言，我说得相信那个里边，其实那里边有2套逻辑，像层次是不一样。一个是你要相信他发出了死亡威胁，还有一个你得相信这个预言必然实现，只不过是正或反，否则你都不会用这么复杂。我还有一点，我必须跟你们讲，我不管你们一定要把我拉回来，这是可以的，但是很扯。我想把张拉回来一下，就是别忘了他那有2种药，如果他拿了这个药，发现跟他父亲吃的不是一种，他是不是还得再去一次？有3种，3种嘛，是不是还得再去一次？对，然后最终现在我的票在这2位中间，就是勋跟何中间。然后那我就留下这些遗憾，我就走了啊！得嘞，拜拜。啊，小何，没事，我守着。就这样啊，这怎么办呢？去吧，我送你到路口送我到路口啊！打一车，哎，师傅，哪辆车尾号多少啊？
张氏本身，因为他说那他是没有时间回来，吴也是完全现在排除的，因为他理由太小了。何也是，因为他的时间也是太紧了。现在就剩下勋和徐。好吧，就这样了。怎么说呢？今天真的很厉害，谁都投不下去。吴我是完全排了。张呢，我是觉得他泡澡是在2号，然后呢，预言也是在2号，除非他后来又有什么时间再去了一趟，但是呢，他也没有理由再去一趟。那么就只剩下勋和徐了。如果一个人要相信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所有人里面只有他是有过这个记忆，相信这个设定的。如果看到镜子里的预言的这个人，他最起码他得相信这个预言。投给勋，那我只能找到何小龙了，因为何小龙其实他接触过爱丽丝屯，所以他可能对于外星人啊这些东西开过眼。所以他可能更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一种事情的发生是真实的吧。我就一直在怀疑这个徐锦欢了，但是我中间有一点点想到吴阿珍的一个可疑的点，他有关注水晶啊、玄学呀。他的房间的陈设又表示他对这些东西是有一定相信的倾向性的，但是因为那一点玄学因素，就很快的，相信这一切还是有点牵强。特别是死亡威胁的是徐，吴阿珍跟徐又没有太大的交集，所以没办法，我还是只能把这一票投给徐锦欢。张富成看见了那个魔镜上面有写说要杀掉我，然后他跟我的话是有一定的感情，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期间想说怎么样去保护我。然后的话，他7号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药丸是把他爸爸弄到了医院去中风了，那一刻就是成了一个导火线。想投张富成。对，对不起。今天这个票比较难投。投给谁？动机上我会先排除掉吴阿珍。勋的话本身他就是一个去过天庭又下来的人，那对于他而言，是不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跟珍宝剑之间的一些联系？就最后说下我投这个勋大强吧。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请宣布。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时光记》第10案中，谁是杀害珍宝剑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恭喜恭喜恭喜！那就都完了。再往前站吧。你也站呢，你也站呢。我是啊，是我吧？肯定是我呀，肯定得是你啊！获得0票的玩家是吴阿珍。你看，阿珍。获得1票的玩家有都有票。我。
张富成。我没给你投，他投。哦，他会投你，对。侦探第一票投给了何小龙。我们两个的做一起投的，一起投。我俩真是不知道投谁。我们说投什么呀？我们就说投什么。投神马。Sorry。侦探第二票投给了现在就剩下勋和徐，徐是最有必要杀真的，好吧，就这样了，徐警官。徐静欢。对，主要是能杀真的，我已经实在投不了别人了。侦探助理投给勋大强。好，完成了任务。行，总得有一个啊，总得有一个。哇，这票还挺散。很散。何小龙投给了勋大强。勋大强投给了何小龙。你俩是互投。张富成投给了徐静欢。哦，我还有一票啊。互投，他俩也互投。 2票，我2票，我2票，就看你投的谁了。啊，现在是我。你投啊，真，你自己把他送进去。投谁啊？选谁？别，我承受不了这个结果。也不是你一个人的结果呀，这是大家投的，只是最后宣布你嘛。你肯定投对了。你投的我啊？不可能。你投的我呀？他投给你。 来，请宣布，受不了了，我先把笼子打开，快！吴阿珍投给徐呢，今天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他，也是比较明的。任何人看到自己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所以今天我选择投给徐。 徐静欢3票，请进铁笼。我实在不知道，你白聊那么久啊！请，恭喜凶手。不是我，不是你，我也觉得不是你。你真坏！谁呀？这个天庭的贼。 不会吧？我是天庭牛马前辈，我是天庭牛马。徐静欢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啊！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 失败！真的是你吗？不是我，何老师，不可能何老师，只有他，只有他会相信这件事情。就是熏了，胡说八道。就是熏，来，祝贺熏！直接说吧，不是我，你别生气啊，不是我。本案的真凶是。 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吴阿珍。吴阿珍。天哪！你一定要逃脱！天哪！你一定要逃脱！
好棒啊！恭喜也厉害厉害！他0票逃脱，0票逃脱！各位检举犯人，成功！我希望我这次当凶手能逃脱，能逃脱，能逃脱。他0票逃脱，0票逃脱。吴也是完全现在排除的，吴我是完全排了。动机上我会先排除掉吴阿珍。有一个点就是他喜欢我的小说。修下心了。冤枉人了吧？不是我吧？我们都傻了。是这样的，我先跟你道歉。厉害厉害厉害！我是这样的，我隐藏了我4月5号就回去了这件事情。我4月4号不是去吵架了吗？没吵赢嘛。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直接、对主动的人，我就生气，因为他造我黄谣嘛，我要找证据。4月5号就回去，我就看到了抓娃娃计划书。哦，你搜到了这个？对，我就一个一个对，我就发现好像我人生中的拐点都是被他操控的。其实他每说的一个我也符合。我让你加我为好友，你收到过这个事儿吗？我不知道。家族群就莫名其妙的出来了一个报道，就把我写得很不堪。他们蛐我，人家把他踢了。采访他之后说：“谢谢你最近的配合，我真的特别的喜欢你，我很欣赏你的才华。”他就说了一句：“对不起，没有什么情绪就走了。”啊，就是我觉得他也要杀我。他觉得被炸的会是吗？而且，哦。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事儿就半信半疑嘛，我也不可能说看到一个这个我就相信，我就说不行，我要继续找。结果好死不死的，啪就碰到了那个门口的那个，然后我就看到了。其实也是自保的原则。那你的关键证据是啥呀？我的关键证据在我房间有一个灯。灯下面有一个蜡烛，蜡烛盖打开，里面有一个电话卡，是我联系房东的。哦，租房。太棒了！好，祝贺我们，请阿外拿上我们的勋章。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有请阿外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刚才嘴角难压了。不该投张的，该投你。你投我干嘛？我又不是凶手。你是天庭。投给你自己。我不是，可以投自己。就是你。就是你，怎么又是你？我投完我就后悔了。我第一回投过。0票哎，0票哎，我0票。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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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厉害，真的厉害。而且最后决定性的一票是他投的，我这个嘴角多么难压。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谢谢。动感期待芒果卡，提醒各位侦探上芒果 TV 搜索芒果卡有惊喜。谢谢。推理探案来芒果 MCT 大侦探10年线下展，下期再见。哇哦哇，祝贺新年哇！一阳玩得好，玩得好，玩得好，非常棒，非常棒，玩得很好。是玩好，是玩他玩得更好。那当然了。我没有投你，你说服我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冤枉了你。我没有害你啊，我没有投你。非常好。我要是你，我不该骂你是贼。我是天庭牛马。我要是你，我早放弃了。你玩得好，玩得好，玩得好。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郭慧法官、肖丹法官和沈一斐教授，
一起与大家来讨论我们本期的案情。欢迎各位。小七好，沈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本期合议庭我们会聚焦劳动者权益保护、恶意造谣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大侦探合议庭现在开庭。我们首先请法官对本案的凶手吴阿珍进行定罪，并且出具量刑建议。本案中的吴阿珍，他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触犯了故意杀人罪。他只是预见到别人要杀害自己，还是一个错误的预见。那么在曾宝剑尚未实施侵害自己的行为之前，先行杀害了曾，这显然是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的。本案的故事里面，很多人都在职场吃了苦头。徐静欢的工作呢，占据了他的每时每刻。徐大强呢，即使在天庭做神仙，也要完成 KPI。而我们其实作为现实世界当中的打工人，如果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该如何寻求法律的保护？请法官为大家来支招。如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首先呢，我们可以尝试和用人单位沟通协商，要求对方纠正违法行为，争取达成和解协议。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也可以拨打12333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热线，或者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执法单位投诉。劳动争议发生后1年内，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具体的法律操作层面上来讲，我想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注意一点的就是，一定要注意做好对各种证据的固定、提取和保全。不管是你去先行沟通，还是依法提起劳动仲裁，证据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认为自己被违法加班，没有被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那么你的加班记录有没有？这个都是要注意故意提取。如果没有，也可以依法申请相应的法律部门呀，比如说我们法院呀，或者劳动仲裁部门啊去提取。你像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徐静欢，其实就是在大城市的公司里面几乎要通宵工作，受到了高度的压榨，因此他才选择来到这个神马县，换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那他的这个前公司的行为，应该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内容。用人单位因为生产经营的需要或者其他一些特殊的情形，经过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可以适当的延长工作时长。但是呢，这个工作时长也是有限制的。如果徐静欢的公司是长期的频繁的硬性要求他每天必须工作12个小时，甚至是必须长期的通宵达旦的工作，那这种情况呢，显然就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那么一些恶劣的职场环境让劳动者们的身心都受到了不小的伤害。如果劳动者在职场当中已经遭受了身体或者心灵上的侵害，有哪些法律能够帮助他获得相应的补偿？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了视为工伤和工伤的一些情形，比如在工作时间、在工作单位，劳动者呢是因为在工作中受到了身体上的损害，或者是患上了职业病等等，职工被认定为工伤以后呢，就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同时呢，民法典规定，用人单位如果侵害了劳动者的人格权，比如实施职场性骚扰啊、职场霸凌啊等等，造成了劳动者的精神损害，劳动者呢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最近这几年在大力建设和推广我们的案例库和法达网，特别是我们的案例库收录了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各个领域的指导性案例，包括本案中类似的这种情形，在我们案例库里边都可以找到。这些案例呢，都是各地法院在依法维护和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的一些经典的案例。对于大家比照这些案例来依法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也欢迎大家多运用我们的案例库进行检索。故事里面，徐静欢和吴阿珍两个角色也为大家展现了两种不同的职业选择，而这两个人物其实也体现了当下大家经常会讨论的关于卷和躺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或者是生活的选择。对于这样的现象，各位老师有怎么样的看法？
我其实觉得并不意味着说回到县城就是躺平的，在大城市就是卷的。其实很多县城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不是选择地域的问题，而是你选择所谓的生活方式。因为卷和躺平其实可能代表的是2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多的人哦，其实在卷和躺平之间啊，两者不断的来回的穿梭。这种现象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努力的，但同时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休息的。生活本身就是在这2种状态里面去寻求平衡，找到自己最适合的生活状态。有的时候，某些意义上的躺平，可能是在经济上已经或者心理上完全了自洽了，他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压力，完全可以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去享受生活的躺平。还有呢，我们也看到某些表面上看起来是躺平，实际上它不是主动的躺，是已经被各种的重压，包括精神上的压力磨掉了对生活的热情，失去了对生活的意义，在丧失动力机制以后，被迫的选择了躺平，或者看上去是躺平，其实是被打趴下了。这种情况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非常多的。徐静欢他选择从大城市裸辞，然后去到这个石马县去躺平。他的父母其实也是来自于家长的那份不理解。现在年轻人好像就会和父母产生生活观念啊、当下选择的这种冲突，两者之间观念上的不同，会不会有更加底层的原因？该怎么去调和观念不同呢？稳定常常意味着就是挑战性也比较小。可是你年轻的时候那个状态是要去奋斗的，你阅尽千帆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欣赏平和的当下。你没经历过这个过程，马上就享受这个所谓山好水好，这其实人生变得很枯燥和无味。父母常常会用自己的想法去影响孩子，而把孩子本身应该有的生活的多种的尝试给剥夺掉了。父母一定要记得，孩子的人生是他的，有的时候经历过一些挫折，经历过一些挑战，即使他曾经有过后悔也没关系，那都是丰富的人生的一种。我是特别希望我们今天的父母跟孩子，大家都各自能守好做人的边界。每个人来到世间，在年轻的时候，总要容许他们有犯错的权利。对，要勇于鼓励年轻人去尝试父母没有经历过的那些生活和工作，而不是一味的去指责，甚至去控制他们。我想这恰恰是失去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生命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最起码的尊重的态度。大部分的时候，父母给孩子做的决策，一般来讲都可能是落后于时代的。电影那个哪吒2结尾的时候，那个敖丙的父亲敖光就跟他说，父辈的经验或许已经不管用了，你要去走自己的路了。其实都是在方方面面都要告诉大家需要走自己的路。当然了，这里边我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说我们父母对孩子必要的管教就可能就触犯相应的法律。我们有家庭教育促进法，我们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了父母有教育和规范孩子行为的法律权利和责任。父母在正常的教育或者说约束孩子的一些不当行为的情况下，可千万不要拿着去套法条，说一定要触犯相应的罪名，那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父母管得太多了以后，最后孩子就什么都不做。但你也不能够所谓放养，给他自由让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子对孩子的成长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给了一个叫28定律，20%的时间是会给孩子去纠错、校正他的行为的，但你80%的时间都是要更多的去肯定他、鼓励他、给他正向反馈的。我们把它分成叫自然后果和逻辑后果。自然后果是我犯了这个错误以后，这个错误的后果是我自己承担的，比如说作业做得不好被老师批评了。逻辑后果是我犯这个错误，我自己不承担这个后果，比如说一杯水扑在别人的脸上，我哈哈大笑，因为我不会承受这个后果。逻辑后果是父母一定要出手管的。当然，再看回这个故事里面，珍宝剑他所负责的工作呢，是在这个天选之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人强行经历生死劫后飞升成为神仙。虽然这个故事是架空的，但是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想去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干涉他人人生的情况。大家会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行为？干涉他人人生的行为呢，在现实生活中手段可能会多样化，比如说婚姻自由。民法典呢就明确规定，
禁止任何组织、个人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刑法呢还规定，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再比如人身自由，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刑法规定这构成了非法拘禁罪。那我们再看这个故事里面，何小龙见义勇为的一个行为，却遭到了这个珍宝剑的恶意举报。何呢就被污蔑成为当街斗殴，不仅是被学校停职，还失去了转正的机会。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种因为恶意造谣导致工作受影响、生活受影响的情况，大家该如何去应对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集和固定证据。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报警，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对方构成犯罪的，我们还可以要求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如果是恶意举报呢，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可能涉嫌以下的几个罪名，比如说恶意举报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陷害、受到刑事追究，那么有可能构成了诬告陷害罪。那么如果这个恶意举报可能是一些泼脏水的行为，比如说他的人格贬损啊，或者说是造一些黄谣啊、黑谣啊，也有可能构成侮辱诽侮罪，因为很有可能在举报的过程中，这个消息会被扩散。当然是举报人不当的扩散啊，他本人就会有意识的，有可能构成侮辱诽谤罪。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是诬告陷害罪，属于典型的一个公诉罪名，是要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如果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那么也是可以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个公诉罪名。同时呢，如果因为个人的原因啊受限，无法收集固定证据，也可以提醒人民法院呀，提请公安机关来依法的收集固定相应的证据。除了何小龙以外，珍宝剑用法术操控了吴阿珍拥抱张富成，并以此造谣吴私生活不检点，导致吴阿珍被网络上的不实舆论影响了正常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网络上对于很多女性的谣言，其实都是从情感角度会进行这种声讨。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这样的现象，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女性被期待是一种更纯洁的形象，所以当女性被卷入到与性有关的负面的传闻的时候，更容易受到这个传播的这个力量啊，大家就会更关注。同时呢，对于女性的伤害也会是更大的。从造谣者的角度来看啊，你会发现造黄谣是成本最低的一种谣言，因为造别的东西我都还要提供证据。比如说我要说他贪污受贿，好歹我要提供一些财务证明吧。只有造黄谣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证据，全凭一张嘴，所以它的成本非常低，而它带来这种心理的快乐，这种隐秘的不健康的快感是非常大的，得到的传播力也是越大的。就像2023年的时候，某大学的女生就发现了自己上传到朋友圈的生活照被别人恶意 P 图后上传到了黄色网站，并且还用侮辱性的这个词汇去形容这个女性。后来我们发现，这个造谣者还不只是造谣这个女生，很多的他都这样造谣，他只是为了那一点点的快乐，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讲是造成极大的困惑的。所以当我们技术发展的时候，也尤其要注意这种对女性的伤害，现在可能是更多的。没错，我们一直强调呢，被侮辱和被损害并不是你的错，你没有错，错的是那些侮辱和损害你的人。我们要勇于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否则的话还会有更多的无辜受害者。我们女性的价值和性之间的价值它并不是等同的，性的污名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价值的贬损，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看，要更勇敢的为自己发声，这样才能避免有更多的受害者卷入其中。我也特别希望每一位女性都意识到，在我们自己衡量自己的人生里面，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那是别人做错了。希望每个人即使在被泼污水以后，我们还得要过好自己的人生。
那么我们今天的案件就到此结束了。无论是天选之子渡劫这种语境下制造的操控和被操控，还是造谣恶意伤人，都告诉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要始终保持一份独立和清醒。人生没有一种选择是唯一的、完美的，无论幸福还是苦难，都要勇敢的去经历，才能够蜕变出坚强的羽翼。也愿屏幕前的各位心中有花，手中有剑，开启自己人生的幸福之旅。再一次谢谢3位今天的分享和带来的思考。大侦探何以婷，我们下一期再见。再见。这一案是本季到目前也比较颠的一案，有各种架空的设定，但是呢又很热闹，很好笑。站在张富成的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大型的楚门的世界，或者就是抓娃娃。所以其实这个人的一辈子过得蛮可悲的啊。勋的这个人物，尽管他的上一世是一个神仙，大家的印象都是神仙的这个领域该有多么的逍遥自在，可是即使这样的一个人，他也宁可留在人间，也不要再返回去。希望自己的人生自己能把控，自由自在的，不被约束，然后尽情的享受生活，也欣赏生活。每个人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都有可能和爱的人离别，都有可能和亲近人产生怨怼，哪怕自己再淡泊的心，也都有可能求不得的东西。所以还是挺有思考和挺有哲学的一个设定吧。我觉得乐观也是一件一生要去努力学习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学习过程之中，带着乐观去学习，也能让悲观变得更加的释然。大家都原本觉得生活很累，然后你可能变成神仙会很逍遥自在，但这个东西确实不一定。故事里面，它天庭也同样是有类似于职场的一些规范，你需要打卡，你需要种土豆，你需要有 KPI， 你反而不如在这个人间逍遥自在。不管我们生活经历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痛苦，或者说你此刻有多么的不开心，我们还是要坚信，我们守护的这个地球和家园是非常幸福快乐的，要努力健康快乐的开心的活下去，人间还是值得的。人生就是短短的3万天，过好自己当下的时刻，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只趴着不仰望星空，他就不会掉入更深的洞里。但是为了我们有仰望星空、追求希望的权利，跟我们这个目标，有时候我们掉坑里，那我们就再爬上来呗，然后接着往前走。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酌情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好，心情、兴趣爱好也好，苦了谁也不能苦了自己。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快乐是最重要的，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和独家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大侦探，并参与讨论，和微博侦探团一起在线高能探案。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中国邮政、同程旅行、百度 App、百度百科。